OK， 各位观众，我们今天又来帮大家开箱这个新品了。那我们这一次呢，要开箱的新品呢是这个连锁咖啡店路易莎找了这个牛角来联名的餐点，希望这个会是好吃的，因为听说牛角还是蛮危险的。你们之前有一阵子很喜欢吃牛角？没有，我讲以前牛角很高级，大概20年前牛角是很高级。这个物价上涨之后，现在的牛角感觉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比上不足，然后比下好像 CP 值也不太够的那种感觉。OK， 那我们就来帮大家开箱一下 ，Go！ 那我们现在呢，第一批来帮大家开箱的是这个米堡，这个看起来跟我前几天吃的麦当劳麦香鱼好像有点像，这 size。OK， 我们先来帮大家开箱第一个牛角蜜酱五花猪，内容物大概就长这个样子，里面有一片蛋，然后五花猪2片米，有点像寿喜烧的酱，就是那种甜酱油，肉看起来也不多，小而美，小而巧，来吃吃看味道怎么样。只能说这个米堡不如摩斯，对，它就是软的，可是又粘在一起，很像吃那个蒸太过头的那种肉粽那种感觉，已经变成粘在一起了。它的米感觉没有米香，蛋跟肉我倒觉得还行。我觉得它虽然做的比较健康，它的蛋可能也没有用太多的什么奶油之类的，就有点淡淡的蛋香，然后肉就是淡淡的酱香。这个口味上来说还蛮适合当一个这个早午餐，就是比较没有负担的。那我们来帮大家开箱下一个蜂蜜黑胡椒嫩牛，它这个米很奇怪，就是它粘成一坨，你知道吗？它粘在一起的同时又粘不住，就会掉。好了，我们来帮大家开箱这个嫩牛。这个不知道怎么评价，觉得米跟刚刚一样嘛，蜂蜜、黑胡椒味道都吃得到。它这两个我发现一个问题，它第一个它都是用五花肉，那牛应该也是用那种比较肥的牛肉片，可是你吃不太到它的牛味。就正常来说，它那个部位很油嘛，它又掉一点油脂，然后它会油油的。它的牛跟猪的味道也没有出来，你一口下去是有一点蛋香，然后很问号的饭，然后没有味道的肉，有点像那种没味道的培根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在吃橡皮筋，然后没有什么味道，就很怪。牛角联名嘛，他们可能不常做这一类的产品，你知道吗？吃不太懂。那我们开箱完这个米堡之后呢，我们来帮它开箱这个专鸭。OK， 那因为专鸭这个东西，我记得这个路易莎好像做蛮久的。OK， 那它的口味其实是一样，都是内容都是五花猪跟这个黑胡椒嫩牛。来吃吃看这个可能比较不这么问号的这个皮搭起来会不会好一点？还有一个这个路易莎咖啡的这个图案。这反而比刚刚好吃。这个就是有酱味，可是它里面的肉是有味道，就可能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之后，它的肉味有点出来。配菜不一样吧？它这应该是有蔬菜有肉之类的。好像没有，就洋葱，有点寿喜烧的那个做法。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会不会是就是捞的那个部位不一样而已。因为它刚刚那个其实是没有什么猪味，可是它这个就是它除了有寿喜酱味道以外，还有一点点淡淡的猪肉味。这皮我觉得还行，因为就是它那个皮就是有一点那个吐司的那种香气，然后它会吸到一点寿喜酱汁，所以算蛮好吃的。跟那个，我是说纯粹跟那个，而且这个还比那个便宜10块。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热压过之后，感觉它那个里面的那个蛋，其实我不是很确定，那有一点奶油还是气死，就是它热压下去之后，可能那个热有点逼出它那个香气。反而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这个味道是比较正常，有点像烤过的吐司，会有一种就是有点淡淡的那种焦香。我反而觉得这个蛮搭的，这个黑胡椒嫩牛，蜂蜜要强调它有蜂蜜。这个就看人见仁见智了。我不喜欢蜂蜜，我是不太喜欢他把蜂蜜加在这里面，因为它有点甜咸，然后可是在蜂蜜配上这一个皮，它就会有点太咸。因为这个皮加它的寿喜酱也是甜的，它的蜂蜜反而会让这个变得太甜。然后黑胡椒味道也是比较重，就是它这个整个口味都是偏重。我觉得猪的比较好吃，这个有点太甜。还是咖啡最好喝。OK， 好，那因为它这次活动我们都是采取单点，它这个套餐其实是可以配饮料，它加20块可以有这种红绿茶，然后加40块呢会有美式的黑咖啡。OK， 那我们就开箱下一样。手机快没电了，人好，把我的 Unipapa 拿过来。Unipapa， 完蛋，我忘记开了。好啦 ，Unipapa。好，充电的器材，夏天到了，很容易缺电。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资讯栏看详细的内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帮大家开箱的是麦香吐司系列。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再正常一点，就是越来越接近大家平常吃的这个早午餐的 feel。会开始里面有出现一些东西咯，有生菜加番茄。那大家如果不喜欢吃生菜跟番茄的话，刚刚那两个是没有，刚刚那两个只有洋葱。
它是煮到烂掉，就是那个寿喜烧的洋葱，所以是甜的，也不会有洋葱那个辣味。我发现一件事情，他加了生菜跟番茄，可是他把蛋拿走了，这样不太行的，这样不太行。这是一个另外的口感，但我觉得它还是有个大问题，它那个生菜跟那个番茄的味道，会把它那个原本已经没什么味道的肉馅的味道盖掉。因为你一口下去都是菜味跟那个番茄味，健康是蛮健康的，就是那个很像那种早餐店的那种什么总会。真老实讲，如果真的有咬到生菜跟番茄，它那个肉已经基本上味道真的快不见了。还可以啊，我刚咬了一口肉比较多，吐司就是这样，少那个蛋就少了一点。这69少了一颗蛋 ，CP 值很低。好了，再来看看这个蜂蜜黑胡椒嫩牛，因为它这个就是纯蔬菜味，搞不好比较搭。因为它那个猪就是有点太淡了，整口都是菜味。因为你会这种菜，你通常配肉吃，就是只有在那个烤肉店嘛。它那个包肉生菜，可是重点是你烤肉店是现烤起来又油又腻的时候，你去包那个肉是解腻啊，它这个也不油不腻，你在包这个菜就会觉得菜的味道都太突出了。你刚刚说什么？不油腻，油腻不油，完蛋，油腻啪啪，详情请看资讯栏。确实，它这个比较菜味没那么重，但是它的问题还是在于说，它不是肉味，它是那个黑胡椒酱的味道。尤其是你在吐司里面吃到黑胡椒酱就很怪，它的肉就已经是没有味道了，就是很淡的味道，然后你再加这些很重的去盖，你不知道你在吃什么，你感觉很像在吃那个厚片吐司，它上面刷的酱是那个黑胡椒酱的那种感觉，吃的不太懂。那全麦面包啊，生菜啊。番茄，这好像是走健康路线，如果是它里面的酱味道又很重。好了，我们最后呢是这个路易莎餐盒，他们餐盒其实也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我之前好像哪个医院的楼下路易莎有吃过，就是它的餐盒是走这个健康路线，就有点像健康餐盒。唯独主餐不是，但我知道它的主餐就是比较有味道，然后其他的配菜啊什么的都是比较就是走健康路线。好，我们今天来开箱看看这个刚刚一样的蜜酱猪五花，跟这个是蜂蜜黑胡椒嫩牛。你看健康餐盒，健康餐盒它有紫米，它这个餐盒有紫米跟白米可以选，我们各选一个。对，其实我那一次去医院的时候看蛮多人点，就是蛮多那种护士医生都会去那边吃这个。这个有个好处，它现在没有加料，我可以吃吃看这个肉到底有没有味道。其实是有的，会不会让蛮重的？不知道为什么。来配餐盒配起来还不错，它旁边这些配菜真的是吃得出健康的味道。重点是什么？这个的卖价是多少？140。其实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健康餐在贵什么。我觉得健康餐有一部分是因为买的人比较少，就是你除非挑在很好的点。像我那一次那个点就很好，医生通常吃的会比较健康嘛，正常来说嘛，你不可能看到一个150公斤的医生坐在那里，然后跟你讲说，你要吃少一点哦，你这血糖很高哦，你要控制哦，就150公斤，然后跟你说你要控制，那没有说服力啊，对不对？再来就是那边可能是病患，就病患他也不能吃的太重咸，他就只能挑这种。我觉得这个是你喜欢吃健康餐的话，这个还算可以。但老实说，这个就是很奇怪的点，但是它是用五花肉，然后你有看到吗？这五花肉都是油，但至少这个是。搭配起来是有逻辑的，但我也不会觉得这个值得花140去。那140我去外面买个什么随便吧，你买个梁社汉正宗也不到140啊。OK， 我们来吃看这个蜂蜜黑胡椒，这豆干这豆干味道好重。问号，哇，这个就很奇怪，配菜很健康。主食很不健康，然后它蜂蜜黑胡椒那个味道真的是超重的。它的东西其实有点像是薯 Kia 那一种，因为薯 Kia 也有卖这种就是寿喜烧冻饭嘛，其实味道上还可以。可是它今天的东西就是这2道主食，整个就是很不融入这个它的产品里面的。我觉得个人觉得 OK。好，那以上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路易莎 Fit 牛角的全品项。今天的结论就是，我觉得都不太行。就是你现在是路易莎爱好者，你要买杯咖啡，然后你一定要买一样的话，我觉得专鸭，我觉得吃起来味道 match 的算最好。再来就是这个餐盒，餐盒的话就是有点可惜，就是它很像是主餐怪怪的健康餐盒，还算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因为毕竟它有一些本来就没什么味道的，你说你硬要配起来吃也还可以。然后餐盒的话，我觉得是有点贵了，但路易莎餐盒其实价钱没有到便宜。因为我之前吃也大概都是140、150附近，它搭这个就有点，我觉得要健康不健康就觉得
好像也不能用健康餐盒的价去算，所以我觉得这个 CP 值也有点低。那以上就是我这一集这个路易莎咖啡 Fit 牛角烧肉的这个新品开箱。那大家如果这个也有去尝鲜过哦，有什么心得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也许这个因为吃的这个东西大家口味不一样，也许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也不一定。好，那以上我的内容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拜拜。